白小纯嘴巴微微张了张，却最终沉默，一样望着杜灵飞。这一次他没有闭上眼，仿佛也知道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他能做的，就是在魂飞魄散前，让眼前的身影成为自己这生命中最后的永恒。轰隆隆，在这地宫阵法彻底开启，在这四周骸骨不断的融化，在杜灵飞的右手按在白小纯天灵的瞬间，巨响之声在白小纯的脑海里嗡然炸开，一股强烈的无法形容的剧痛，在这一刻猛地就如怒浪般于白小纯体内滔天而起。他的生机，他的修为，他的血肉，他的灵魂，以及一切都在这一刻被杜灵飞手中传来的吸力疯狂的吸走，仿佛身体内的所有都被搅碎，骨头、血肉、经脉，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碎灭中化作了一股浓郁到了极致的本命生机。而这生机正是天尊所需要的，此刻正疯狂地被吸入杜灵飞的体内。白小纯是不死大药，而杜灵飞则是长生丹炉。长生丹炉在吸收了不死大药后，将会祭祀出自己的一切，以丹炉的枯萎灭绝，在死亡的那一瞬换来一枚不死长生丹。快了，就要快了！不死长生丹，我等了一辈子的不死长生丹。天尊站在一旁，癫狂地大笑起来，看着自己的女儿杜灵飞，在自己的奴印操控下，正在飞速地吸收白小纯的一切。他的呼吸急促无比，面容都有些扭曲，连带着他的声音也都有些变了腔调。白小纯身体剧烈的颤抖，体内的痛楚之强烈，前所未有。哪怕白小纯修炼不死卷，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可与眼下比较，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他的身体正逐渐的干瘦下去，他的头发也失去了光泽，他体内的不死血也都慢慢的消失，不死骨的颜色也都逐渐的暗淡，不死筋、不死肉以及不死皮都好似在退化一般。那种无法挣扎、无法反抗下，身体被掏空、生机被吸走的拉扯感，让白小纯的意识也都慢慢的出现了恍惚。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蛮荒中他曾经经历的一切，有白浩，有巨鬼王，有红尘女，有周一星，直至浮现出了逆河宗，还有逆河宗内的李清后、宋君婉、神算子等等，所有他记忆里存在的面孔，在这一刻都在他的眼前划过。逆河宗白小纯呢喃的声音，外人已经无法听到，似乎只有他自己才可以听闻。渐渐的，他的身体越发的虚弱，他的头发已经枯萎了，一根根散落下来时，还没等落入水潭，就成为了飞灰。他的身躯已经干瘦无比，他的目中也好似即将熄灭的烛火，暗淡无比。而此刻，他的脑海中浮现的已经不再是逆河宗，而是通天东脉下游的灵犀宗。似乎这一生的记忆在这一刻倒流，他看到了灵犀宗内的自己，看到了草木石碑下的身影，看到了灵尾鸡旁自己舔着嘴唇蹲在那里的模样，看到了已经远去大世界的张大胖，看到了那已经陨落的师姐，看到了侯小妹，看到了所有。他已经快要没有呼吸了，皮包骨的身体上，那所有的皮肤都已枯萎，充满了褶皱的同时，也有一块块死亡的瘀斑不断地扩散，他的牙齿也开始慢慢的脱落，整个人看起来干尸一般，如同坟墓里被埋葬了许久，甚至他已经感受不到痛苦了。天灵上的那只手，如同一个黑洞，在这不断地吞噬下，他似乎已经习惯了那种剧痛。他的不死卷已经被吸走了80%，他的生机一样如此，仅剩下的意识渐渐浮现出的不再是灵犀宗，而是帽山。他似乎模糊地看到，在那帽山上有一个少年，也不知是怎么拿的，连揣带夹，竟把7、8把斧子与菜刀都放在了身上，在上山时胡乱地扔了出去，在那山顶于天雷中点起了那支香。看着少年那紧张中带着滑稽的样子，白小纯想笑，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或许这也是好事，因为此刻的他那皮包骨如同骷髅的样子，若是笑了，那么或许比哭还要难看吓人吧。他的意识越发的模糊了，仿佛感受不到了自己的身体，如同灵魂要在这一刻升空，似乎在天空上有一个漩涡，在吸走了自己的一切后，要把自己的灵魂也都吸过去。他的生机已经只剩下了不到1成，他的皮肤不仅仅是枯萎，也出现了干裂，似乎一碰就会成为飞灰。他的五脏六腑同样如此，不死卷之力也要彻底消失，只有他的骨头似乎还蕴含了最后一丝不死之力，虽散出的金光已经不多，可他的皮肤碎裂中还是能透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似乎将会是最后的一幅画面。那画面中，一个小童哭着跪在床边，看着床铺上奄奄一息的亲人，哭声很大很大。小纯不要害怕，一只冰冷的手慢慢的抚摸在了小童的额头上，虚弱的声音轻声的喃喃：拿着这支香，你不是梦想成为仙人吗？拿着它。小童抬起满是泪水的小脸，拿住了那根香，可却呆呆的看着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在自己眼前垂落的亲人的手，怔怔中泪水又止不住的流下。他似乎发呆了很久很久，直至有人闯入屋舍内，将他抱起后，看着从外面走进来的邻居，看着他们一个个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们把亲人的尸体抬走，小童默默地缩在角落里，抱着自己的膝盖，手中死死地抓着的是那根香。为什么要有死亡物？我想一辈子都活着，我想让我身边的人一辈子都活着，开开心心的活着，我想长生。
小童的声音在白小纯脑海里回荡，虽越来越远，似要消失，可似乎在白小纯的心中早已成为了永恒。一股前所未有的疲惫感涌现上来，白小纯的意识慢慢的，似乎在那永恒的小童的声音中逐渐的远去，越来越远。可就在他的意识即将消散的刹那，忽然的有一滴泪水掉落在了他已经干枯开裂的手臂上，沁了进去，于他越发混沌的意识中逐渐的散开。眼泪白小纯喃喃中似感受到了这泪水中的苦涩，用最后的一丝力气勉强睁开了眼，模糊中似看到了面前身体颤抖，目中奴印闪动极为强烈，仿佛要爆出双眼，可却依旧挣扎，哪怕自身灭绝也要抬起右手的杜林飞。爹爹求求你！杜林飞挣扎颤抖中，奴印下的他哀声绝望艰难的开口，这声音虽轻微，可却如世界之雷，在天尊的心神里爆开，让天尊的身体也都颤抖起来。第1008集，你们怎么如此自私？天尊的心好似撕裂一般剧痛起来，仿佛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事物，随着杜林飞的话语，原本已经消散了，可又重新浮现出来。脑海里浮现的是杜林飞小时候抓着自己的衣角，奶声奶气的呼唤爹爹的画面，似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菲儿对自己的称呼已经不再是爹爹，而是父亲。菲儿天尊的身体有了一丝颤抖，他的气息粗重而急促，他的目中也闪露出挣扎。那毕竟是他的女儿，亲生的骨肉。天尊这一生虽贵为通天世界之主，可道侣却并不多，多少年来更是没有子嗣出现，直至杜林飞的诞生，成为了他唯一的女儿。至于杜林飞的母亲，在一心想要离开这片世界的天尊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位置，早已失去。强烈的挣扎，好似人性与的战争，在天尊的心神内，如同将他的意识化作了两份，正在不断的相互压制。为了自己能多活一些岁月，为了能离开这个牢笼般的世界，从而牺牲自己的骨肉，值得吗？代表人性的意识，似乎在他的脑海里焦急的怒吼。一边是亲生的女儿，一边则是寿元不多的情况下，对于生命的渴望以及想要冲出这牢笼般的世界的疯狂。杜林飞在挣扎，天尊一样在挣扎。爹爹求求你！杜林飞哭了，他的身体颤抖，在那奴印下，他的每一次挣扎都好似于心神中掀起风暴，在那风暴中，他的灵魂如同怒浪中的谷钟，随时可以崩溃。可他还在努力，还在坚持，他不想去伤害白小纯，他也不愿自己的父亲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他的心刺痛到了极致，如同一个无助的孩童，只能去哀求。他记忆里的父亲原本不是这个样子，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变得让他陌生，变得让他害怕。在北麦与白小纯分开后，回到了通天岛，渐渐的，杜林飞觉得自己的思绪似都缓慢下来，直至听到了来自道宫中父亲的那一声复杂的咆哮后，他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可他的意识还在。他亲眼看到了自己吞噬了白小纯的生机，看到了白小纯正慢慢的死亡，看到了那凄惨的样子，他崩溃了。爹爹杜林飞越发颤抖，他目中奴印的闪动到了极致，勉强恢复的意识在这对抗中渐渐千疮百孔。可他的话语刚刚说出，天尊那边猛地抬头，双目赤红中露出了疯狂。闭嘴，给我闭嘴！天尊喘着粗气低吼，好似雷霆直接轰鸣四方，他目中的癫狂越来越多，人性的温暖也在这一刻被彻底压下。脑海里关于杜林飞的画面更是被他直接抹去，完全斩断。这一瞬，他不再是杜林飞的父亲，而是为了自己的寿元，为了自己的渴望，一切代价都不在乎的天尊。与白小纯融合在一起，使得不死长生归一，这才是你的使命，也是你存在的最大意义。天尊的呼吸已趋于平稳，此刻表情狰狞中透出冷酷与无情，右手抬起默然一指，顿时杜林飞目中的奴印在这急速的闪动下直接成为了赤色，仿佛他的意识被直接镇压。在那奴印的操控下，他抬起的右手颤抖中，慢慢的重新落向白小纯的天灵。在这靠近中，杜林飞的右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他目中的挣扎，哪怕在那赤色奴印下，也都依旧再次倔强闪现，全身上下的水晶之光也都急速的爆发出来。我不，杜林飞的眼泪更多，一滴滴的落下，滴落在白小纯的身上。他的口中艰难的说出这两个字，哪怕额头青筋鼓起，哪怕身体内的意识与奴印在这对抗中，已经使得他的身躯出现了一道道血痕，仿佛整个身体都要四分五裂。哪怕他的神识即将支离破碎，可他的挣扎与反抗依旧没有停止。杜林飞的坚毅，在这一刻完全表露出来，他的坚持，他的决定同样表露，这是宁可自己崩溃，也绝不去违背自身的意志。白小纯怔怔地看着这一切，他整个人此刻在失去了几乎全部的生机的情况下，已经意识混沌，张开口似想要说些什么，可却没有力气说出哪怕一个字。只是那落在身上的眼泪沁入干枯的皮肤后，在他的心神中荡起了一圈圈抹不去的涟漪。镊子！眼看杜林飞为了反抗，居然选择了自身形神俱灭，天尊的怒意骤然爆发，他身体一步走出，直接就出现在了黑色的水潭内。他的到来立刻就让这水潭漩涡转动更快，
可那些黑色的符文却不敢靠近，只是在四周游走，没有去理会那些符文。天尊的目中充满着疯狂。临近后，他左手蓦然抬起，一把就按在了杜灵飞的天灵上，右手同样抬起，按住了白小纯那脆弱的近乎崩溃的头颅，狠狠地将白小纯与杜灵飞直接就额头碰触额头按在了一起。原本我还打算炼成这不死长生丹，离开了这片牢笼般的世界后，当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太古，还会想办法将你复活。可你竟敢违背我的意志，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违背我的意志？天尊的表情狰狞极其可怖，他浑身上下散发出极致的癫狂，任由杜灵飞如何挣扎，也都于事无补。他想要自我毁灭的念头，在天尊的大手按在天灵后，直接就被摧毁。不但身体依旧无法操控，就连意识的挣扎也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用处。此刻，在天尊的强行压制下，白小纯干枯的身躯震动着，杜灵飞的身体一样颤抖不已。他们的身上金色与水晶之光齐齐闪耀，相互之间竟出现了融合的征兆。只不过是让你吞噬了这白小纯而已，只不过是要把你们炼成不死长生丹而已。若有其他选择，我也不想这样。天尊嘶声咆哮，似乎只有用最大的声音去嘶吼，才可以去说服自己，又仿佛他如今所说的这些，不是对着白小纯与杜灵飞，而是对他自己来说。可我不能去赌守灵人死亡后，世界之门是会打开，还是永久封死。一旦封死，哪怕不死长生大成，也都无济于事。而只要炼了你们，吞下不死长生丹，我就可以将其转化为不死长生功。一方面是未知，且一旦出现就无法逆转；另一方面则是必成。换了你们是我，你们也会这么选择。而我一旦成功，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再是准天尊，而是真正的天尊，符合了世界意志。离开这片世界，只在一念之间。为什么你要反抗？就如同你大师姐一样，当年也要反抗我。为什么？他是为了那血族，你是为了这白小纯。为什么？只要我能出去，以我的资质，我必定能成就太古。我有能力将你们复活。你们怎么就如此自私？天尊的咆哮让外界的天地巨变，风起云涌，整个通天海到处都是大浪滔天。而这道宫地底，此刻在天尊的气势不断的扩散中，在他情绪极端的波动下，地宫阵法的运转也到了极限的程度。轰鸣中，黑色水潭漩涡越来越大，四周所有骸骨全部融化的同时，白小纯与杜灵飞的身躯也开始了相互融合。似乎这阵法就是一个更为巨大的丹炉，要去炼化其内的所有，凝聚成一枚不死长生丹。第1009集22色火。这是白小纯这一生中最强烈的一次生死危机，他没有办法阻止，也没有力气挣扎。一切的一切，在天尊出手让他与杜灵飞强行融合后，似乎就已经成为了定局，注定了他这一生的修炼，最终将与杜灵飞一起，在那如丹炉的阵法下，化作一枚让天尊从此超脱的绝世大丹。这个结局，白小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尽管当初的寒门老祖曾意味深长地说过他早晚会与天尊反目，可白小纯还是天真的认为，有杜灵飞在，自己与天尊又没有四海的深仇，而他背后还有守灵人，还有弟子白皓，太多的底牌使得白小纯有一定的自信。只是这一切都只是镜花水月，他的意识早已模糊。不同的是，来自杜灵飞身上的气息，使得二人在这融合中，让白小纯的脑海有了那么一刹那的清醒。或许这一切也是守灵人的算计。白小纯喃喃中，意识再次模糊。几乎在白小纯意识到守灵人在自己这场生死危机中做出了某种推动之力的同时，蛮荒内魁皇城大地深处下3城的废墟中，那残缺的塔楼上盘膝坐在那里的守灵人睁开了浑浊的双眼。白小纯，希望你不要恨我，这是我存在的使命，也是冥皇的使命。守灵人苦涩轻声低语时，他慢慢抬起头，看向了虚无。在那蛮荒虚无的尽头，有一条外人看不到的大河，河水漆黑，源源不绝的流淌，与通天海代表的生机相反。这条河所代表的是死亡。河水内流淌着无数的冤魂，这些魂挣扎中咆哮，可却无法离开河水，只能随着河水远去，送入轮回。此河名为冥河。在这虚无的尽头处，这条冥河的源头，在那好似海水的磅礴河水上，存在了一处漆黑的宫殿。这宫殿透出死亡之意，冰寒无比中没有丝毫灯火存在。这是冥宫。冥宫内，这一代的冥皇白皓默默地坐在那里，他的身上穿着地袍，全身上下散发出的是一股浓浓的死亡气息。可他的脸上却没有了平日的威严，而是充满了焦急。这焦急的强烈程度，似影响了冥宫，影响了冥河，使得四周的河水也都不时地传出大浪之声。白皓目中满是忧虑，他之前亲眼看到了天尊的大手下守灵人的失败，他这里同样在出手中被天尊崩溃。而来者不善的天尊将白小纯带走后的目的，白皓尽管不知道全部，可也能有些猜测。他知道此刻的师尊必定是危机万分。他明白，放眼整个世界内，如今唯一能救师尊的只有自己。守灵人的虚弱，他心知肚明，
也知道如今的守灵人随时会归虚，不再如以往的强悍。他更是明白，哪怕自己是明皇，可也绝不是天尊的对手。师尊白皓色声低语，心神浮现一幕幕画面，与师尊一起，在蛮荒的种种不断的出现在眼前。那是他唯一的亲人，那是他这一辈子最感谢之人，那是他白皓曾发下誓言要用生命去守护之人，那也是他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渐渐的，他脑海的画面消失，最终只剩下了一幅那深深烙印在他灵魂中，这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画面。画面里，白小纯背对着自己，淡淡的开口，告诉他，从此之后将收他作为弟子。师尊白皓这次却笑了，他的笑容中带着果断，带着决然，更有一抹强烈的坚定。他明白，想要从通天岛上，在天尊的面前将师尊救走，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那就是炼制出突破这片世界极限的22色火。在这之前，哪怕白小纯已经天人，可白皓对于22色火配方的推演依旧没有停止，直至最终，他在这推演下已经明悟到了，这片世界的极限就是21色火。除非特殊情况，否则的话，不可能出现22色火，因为22色火超出了世界极限后，可以把旗下的所有多色火都看成反火，而22色已然是仙火。而一旦22色火出现，将立刻成为这片世界内无与伦比的最强之力。那22色火可以焚烧世界内的一切存在，而这样的火也足以去对抗天尊，使得白皓在天尊面前有了救走白小纯的可能。只是想要炼制出22色火，这世间已经没有什么魂能作为炼火所用，即便是将冥河内的所有魂都拿来炼制，也终究是将止步在21色。只有一个办法，白皓神情凛然，喃喃中目中的坚定浓郁到了极致，果断无比。这个办法就是参考妙莲儿家族的炼火之法，以明皇之魂作为主材料，燃烧自身，炼自己的魂方，能炼制出这世界绝无仅有的22色火。唯有这个办法才能做到，毕竟他是明皇，是这世界内掌控冥河、掌控轮回的如同神灵般的存在。师尊，我来救你。白皓笑了，笑着笑着，他的眼泪流下，可他的决然没有减少丝毫。哪怕这个办法要付出的代价之大，是他也承受不住的，可他依旧无悔。哪怕这个办法会让他白皓从此之后被抹去一切存在的气息，他依旧无怨，因为那是他的师尊在当年向着白小纯跪拜下来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决定了施恩如天。他的眼泪并非实质，在流下的瞬间成为了冥河之水的一部分。白皓深吸口气，缓缓地站起身，右手蓦然抬起，猛地一挥，魂来！顿时这冥宫外，冥河内无尽的冤魂猛地就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穿透冥宫后，环绕在白皓身边，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这漩涡轰隆隆的转动中，白皓左手掐诀，向着眉心蓦然一指，随着指尖落下，顿时他的身体好似燃烧，有火焰从其体内骤然而起。这是一色火，没有结束。随着白皓的双手飞速的掐诀，四周的魂海旋转更快，一缕缕魂飞出，融入白皓体内，使得他身上的火焰以惊人的速度不断的增加。2色火、3色火、4色火，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白皓身上的火海越来越磅礴，而其颜色也已然成为了16色，还在继续。如果说这世界内有一个人能在炼火上与白小纯并驾齐驱，甚至略有超越，那么这个人只能是白小纯的弟子，当代明皇白皓。轰鸣中，白皓的身体越发的燃烧，四周的魂海内无数的魂疯狂而来，直至白皓身上的火焰成为了17色、18色乃至19色，没有结束。白皓目中的决然越发坚定，双手一挥之下，四周的所有魂在这一刹那全部震动，齐齐涌入后，一声滔天巨响，在这整个冥宫所在的冥河源头蓦然回荡。20色、21色，直至这一刻，白皓抬起头，向着虚无发出了他这一声最强的嘶吼咆哮。在这咆哮中，他的魂咒的燃烧，借助这燃烧之力，借助自身的明皇之魂，以冥河为根，以魂魄为基，白皓的双眼内也都被火焰弥漫。他的身体上此刻燃烧的21色火，渐渐的多出了一道颜色，正是22色火。在这22色火出现的刹那，整个蛮荒天地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仿佛一切如常。但所有战场上交战的双方修士，全部都没来由的心头一颤，好似有一股他们看不到，但却让灵魂都颤抖的气息，在这天地内突然降临。元婴也好，天人也罢，哪怕是半神，也都在这一刹那全部心神震晃，骇然吸气。不仅仅是蛮荒，还有通天大陆上所有的生灵，无论是修士还是凶兽，哪怕是植辈或是凡人，全部如此。更是在这整个世界的苍穹中出现了范围之大、前所未有的覆盖了所有天幕的世界之网。隐隐的，在这一瞬，整个世界内所有的存在，仿佛都在耳边听到了那来自虚无、来自这无法想象的威压下，回荡在天地内的喃喃低语：“师尊，我来救你。”第1001诗集，
连天烽火。这声音带着坚定的信念，这声音蕴含了无畏的疯狂，这声音更是凝聚了施恩如天，宁可粉身碎骨也要报答施恩的执着。天地轰鸣中，整个蛮荒的天空瞬间就被一片璀璨无边的火海刹那笼罩。这火海在出现的同时，蛮荒内交战的双方修士无不骇然，无不心惊，无不稀奇。天火，苍穹燃烧，这怎么会这样？那火中有人！随着哗然之声的回荡，眨眼的功夫，苍穹上的火海竟勾勒出了一个巨大的身影。这身影好似与苍穹齐高，如同一个惊天动地的火焰巨人，在那火海中诞生，散发出让世界颤抖的威压，似乎缓缓地抬起了头，遥望通天海。那是明皇，是明皇！很快的，在看清了这巨人后，蛮荒内的所有土著、所有魂修，无论是天侯还是天公，都在这一瞬惊呼失声。就在整个蛮荒都震动的一刻，苍穹上的白号猛地一晃，顿时这漫天的火海排山倒海一般，向着通天海的方向猎猎而去。远远一看，这火焰之海在天空上带着无法形容的气势，汹涌奔腾中，似要焚烧这世界的一切虚无。甚至这一刻的通天海，那金色的海水在天空这火焰的疯狂来临下，也都掀起无尽波动，似要去阻止火焰的靠近，可却好似杯水车薪。那火海从蛮荒猎猎而来，刹那就覆盖了通天海，使得天空、大海尽是无尽火焰。这火焰内蕴含了白浩的意志，从四面八方，从天空以及海面，向着中心的通天岛猛然涌去。通天海似乎也承受不住这火焰的焚烧，正肉眼可见的蒸发，化作浓郁的天地之力，向着四方不断的扩散开来。这天地之力的浓郁前所未有，使得整个世界不仅仅是通天大陆，哪怕蛮荒也都在这一刹那被这惊人的天地之力弥漫覆盖。无数枯木逢春，无数凶兽嘶吼，无数生灵都在这一瞬心神强烈震动。只是一种来自本能的不安，也同样随着天地间灵气的浓郁浮现在众生心头。这毕竟不是天地变化自然而成，这是如同修士燃烧灵魂般透支而出。通天海并非无尽，如此燃烧之下，虽能让这片世界灵气一下子浓郁无比，可代价是通天海不可逆转的损耗。不过白浩已经顾不得这些了，这超越了世界极限的22色火，哪怕是他以自己的魂来炼成，可操控起来也都极为艰难。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更重要的原因。白浩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以自己的魂炼制出的22色火，如通天海一样，不是无尽，可以说是完全以燃烧自己魂为代价存在。怕是用不了多久，当自己的魂彻底燃烧殆尽时，就是这前所未有的22色火消失之时。时间紧迫，白浩的意志急速扩散，驱动四周火海，直奔通天岛。如果把这一幕此刻定格，那么这画面里看不到天空，看不到通天海，能看到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火焰，似带着焚天之怒，疯狂中席卷了一切，冲击通天岛。而这一刻的通天岛仿佛并非处于通天海内，而是存在于天火之中，岛屿的四周沙滩瞬间就化作焦土，甚至出现了一道道裂缝，直至轰的一声惊天巨响，仿佛巨人咆哮，仿佛冥冥中的苍天在怒吼。来自天空上，来自海面上，来自这八方的火焰，在眨眼的功夫就直接轰在了通天岛上。岛屿四周本就干裂的沙滩刹那间就崩溃爆开，四分五裂之下，那些碎块还没等四射开来，就在那火焰中直接成为飞灰。仿佛这来临的蕴含了白浩意志的22色火，不但要救下白小纯，更要将这通天岛熊熊燎原，哪怕生灵涂炭也要彻底焚烧。轰鸣之声不断的回荡世界，这火海好似狂风，呼啸间从四方涌现，形成了森森大口，眨眼的功夫就将通天岛淹没在内。通天岛上的所有植物在这一瞬直接消散，一条条山脉同样在这火焰下直接赤红后被生生的碎裂成灰。更不用说那些雕栏玉砌的阁楼，在这火焰的横扫中瞬间消散得干干净净，还有这岛屿上那太多的珍贵药草，还有那一处处蕴含了更多天地之力，由通天海水凝练出的水潭、瀑布，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火焰中成为虚无的一部分。好在白浩有善心，此刻火焰虽将通天岛包围，可他最终并没有牵连这岛屿上的天尊侍卫。那一个个侍卫此刻在骇然中急速的逃出，直至远离了通天岛后，他们一个个看着被火焰吞噬的通天岛，心神内已是惊涛骇浪。这居然敢偷袭通天岛！这些侍卫一个个惊呼，他们中更有2位老者散出半神的修为，这2人正是通天岛的神卫。只是就算是他们，此刻也都心神狂颤，看着那火焰，竟不敢靠近丝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无尽的火海，此刻从通天岛的四周直奔中心区域，也就是那3座山峰以及天尊雕像的道宫。轰鸣间，左右2座山峰瞬间赤红，骤然坍塌，成为飞灰后，四周的火焰直接就将天尊的雕像吞噬在内。在四周众人的目光下，
天尊的雕像肉眼可见的融化，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屹立在这里悠久岁月的天尊雕像，渐渐成为了飞灰，连同所在的山峰，连同其上的道宫，都在这一瞬成为了虚无。存在于通天世界内，从确立了魁皇朝后，就始终存在天地间的这整个通天世界至高无上的圣地，此刻随着一把天火的降临，一切都化作了乌有。而在这废墟之上，散发出让世界颤抖气息的火焰，在这轰鸣中，隐隐的似形成了一尊狂猛的火焰巨人。能模糊的看到，这巨人穿着火焰地袍，戴着火焰地冠，站在通天岛上，向着大地大声咆哮：“师尊，我来救你！”这一幕对四周众侍卫的打击之大，无法形容。所有人都面色苍白，脑海嗡鸣，站在那里身躯摇晃，心神的滔天大浪难以平静丝毫。而这火海的焚烧依旧没有结束。此刻，随着火焰巨人的咆哮，这来自四周八方凝聚在通天岛上的火海，竟在燃烧了岛屿上的一切存在后，顺着地面上的一道道裂缝，直奔通天岛地底而去。通天岛地底正是那阵法所在的地宫。此刻的地宫内，阵法全面开启运转之下，四周的所有骸骨，包括那3具曾经魁皇的尸骸，也都完全融化，成为了阵法的一部分。而在阵法的中心位置，黑色的水潭内，潭水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无数黑色的符文。这些符文已经爬满了白小纯与杜灵飞的身体。至于天尊，此刻2只手分别按着白小纯与杜灵飞，神色狰狞中带着疯狂，正在低吼：“融合，融合，给我融合！”白小纯与杜灵飞全身不停地颤抖，他们的身体此刻正肉眼可见的似要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整个地宫猛地摇晃，好似天崩地裂，如同世界末日降临。地宫四周的岩壁刹那间就赤红起来，眨眼的功夫，随着轰鸣巨响的震天而起，赫然从四周的岩壁内，从上方的岩顶内，直接就有惊天火焰轰然降临，犹如连天烽火。第1011集，血气冲天。外界的一切，天尊岂能不知？可这次融合，如今在最关键的时候无法分心。且对他而言，别说毁了通天岛，就算是毁了整个天地，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都没有他眼下要做的事情重要。给我融！眼看四周火焰降临，天尊咆哮中，全身修为猛然扩散，阻止火海靠近的同时，他的双手内修为爆发，使得白小纯与杜灵飞的融合再次加快。师尊！降临的火焰内传出白浩凄厉的嘶吼，此刻的白浩就是这片火海。随着降临，他立刻就看到了自己的师尊，此刻似失去了所有的意识，正被天尊按住，其身体与杜灵飞已经融合在了一起。这一幕让白浩顿时疯狂到了极致，他的咆哮震天中，22色火立刻受到了影响，顿时爆发，以更快的速度直接就轰开了四周的所有岩壁，更是融化了上方的岩顶，全面降临，从四周直奔白小纯。远远一看，这四周的火海凶猛到了极致，带着某种让天尊也都神色变化的气息，轰轰而来。天尊修为散出的防护，竟被那来临的火海直接无视。这是什么火？天尊色变，内心更是极为震荡，实在是那火焰的强悍，超出了他之前的判断。也就是眨眼间，这片火海就轰然穿透了天尊的防护，越过了杜灵飞的身体，出现时赫然在了白小纯的身边。随后向外猛地一震，轰轰轰，一股无法形容的大力，在这超越了世界极限的22色火海上直接爆发，竟形成了一圈磅礴的火墙，直接就将天尊的身体狠狠地推开。天尊神色狰狞，目中露出残忍与疯狂。白浩，你找死！天尊低吼，全身修为散开，准天尊的气势直接爆发，想要熄灭这片火海。可这火海内的高温，此刻随着扩散，让天尊这里也都内心咯噔一声，甚至感受到了一丝生死危机。这到底是什么火？哪怕是天尊，也都在这火焰中不得不后退开来。一同被推开的还有杜灵飞。杜灵飞早就昏迷，此刻被白浩强行与白小纯之间分开，融合的状态被立刻打断，身体直接就被推向远处。而这火墙还在不断的扩散，轰鸣中使得天尊再次后退。这一切说来话长，可实际上都是刹那发生。在推开了杜灵飞与天尊后，这一圈火墙的中心，火焰凝聚中，白浩的身影已然从火焰内幻化出来，站在了昏迷的白小纯的身前。在这融合中被打断，使得身体逆转的白小纯原本的昏迷，也在这四周火焰的高温下有了一丝清醒。他勉强睁开双眼，浑浊无神的目中透着茫然。在看清了火焰以及白浩后，白小纯的声音透着虚弱，喃喃低语：“浩。”这一声号让白浩身体颤抖，目中带着无法形容的悲哀。白小纯的生机几乎要灭绝，双眼已再次闭上。这一幕让白浩这里心神刺痛到了极致。师尊，一切交给我。白浩狠狠咬牙，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魂正在急速的消散，明白这片22色火无法坚持太久。此刻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就是救走师尊，
实在是他察觉到白小纯的伤势之重，前所未有生机已经灭绝了9成9还要多，唯独存在的只剩下了一丝气息，稍微耽搁就是形神俱灭，身死道消。白浩知道此刻最为关键，他没有半点迟疑，猛地低吼中，这四周的火墙刹那收缩，更是在这收缩的过程中，有传送之力骤然而起，似要凭着自己这超越了世界极致的22色火，强行挪移带走白小纯。白浩，你敢！眼看白浩要当着自己的面去救走白小纯，那种眼看着希望就在眼前，可却被人破坏，更要将希望夺走的愤怒与疯狂，让本就癫狂的不顾亲情、不顾一切的天尊顿时爆发。他绝不能同意，也绝不能任由白浩救走白小纯。区区火海，给我散！在这怒火下，天尊已经彻底狂暴，哪怕这火墙让他心惊，可他威压之意滔天爆发。这威压之强形成的压迫之大，让四周的虚无碎裂，让天空颤抖，让通天海乃至整个通天大陆也都震动起来。似乎这一刻，他的身上凝聚的是整个世界之力，而他的怒就是世界之怒。其气势在这一刹那不断的崛起，眨眼的功夫竟爆发到了极致。外界海水咆哮，通天大陆所有地脉都颤抖，甚至这天空上也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所有的气息，所有的修为，所有的威压，都在这一瞬倾尽爆发。他的右脚抬起，向前狠狠的一步踏去。这一步落下，他的气息，他的修为，他的威压，好似成为了实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法相之影，从其身上猛地就向着前方的火焰轰然而去。这法相散发五彩之色，蕴含了风雨雷电，赫然有世界意志凝聚。此刻随着冲出，仿佛是用整个世界之力去镇压这22色火。如此气势，毁天灭地！轰的一声，那超越了世界极致的火海，居然在他面前也都剧烈的摇晃起来。其内的白浩，火焰之身强烈的颤抖中，似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正呼啸而来，要将这片火焰连同白浩在内直接拍灭。白浩的魂剧烈的燃烧，想要去支撑，可来自天尊的威压太强。此刻的天尊正一步步走来，他的每一步落下，都让这22色火倒退，仿佛在他的面前，这超越了世界极致的22色火一样要被碾压。没有人能阻止我救走师尊，通天道人，你也不行！随着天尊走来，随着其气势的不断爆发，白浩发出凄绝的嘶吼。在这嘶吼中，他双手伸开，回头深深地看了一眼白小纯后，目光黯然，更有诀别难言的不舍。回过头来，他的目中却满是决然，双手向着四周狠狠一挥：“燃烧吧，我的魂，我的一切！”白浩大笑起来，静一口气，将自己如今剩下的4成的魂全部瞬间燃烧，不惜代价，不惜一切，毫无保留。随着燃烧，这被天尊压制的22色火，好似被注入了燃料，在这一刹那疯狂而起，比之前还要狂暴数倍。在这扩散中，凝聚了世界之力的天尊，其神色再一次的狂变。不！天尊面容扭曲，他之前看似强势，可实际上这22色火依旧让他很是忌惮，只不过是强行镇压而已。眼下这火海随着白浩的燃烧猛烈的爆发之下，就算是他也都不得不再一次的后退。可他不甘心，此刻双目血色弥漫，疯狂中，眼看那火海内的传送之力已经开始展开，天尊的怒吼似乎整个世界都可以听到。四脉天鼓！天尊咆哮，随着声音传出，通天大陆四脉所在的大陆全部震动，竟有重叠之影从这四脉大陆上蓦然升空，如同大地之魂。金海为肉！天尊额头青筋鼓起，嘶吼中双手猛地一挥，顿时外界的通天海，所有海水骤然升空。在这天空上，整个通天海的海水眨眼间凝聚到一起，与那四脉的大地之魂融合后，赫然以四脉大地之魂为骨，海水为肉，形成了一只金色的大手。这大手的出现，直接就散出了让整个通天大陆所有生灵都颤抖骇然的气息。这是真真正正的世界之手，向着通天岛蓦然抓来。这大手速度之快，轰鸣中就取代了苍穹，向着通天岛，向着其内的白浩化作的正在急速传送的火海，狠狠的一把抓去。白浩满心绝望，惨笑起来。这世界之手，他神魂燃烧下的22色火虽可以对抗，可却不可避免的会被其打断传送，而他的魂在这燃烧下注定坚持不了下一次的传送。可就在这时，在通天东脉的方向，准确的说是在逆河宗的山门内，有一股让这苍穹直接就成为了血色的滔天气血冲天爆发。公众号里发布了白浩拜师的画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回复白浩就会出现。我昨天做梦，梦里一推开房门，看见无数把菜刀。第1012集，血祖复活。来自通天东脉的滔天气血在爆发的瞬间，通天岛的半空中有一道血光从东方带着无穷无尽的疯狂穿梭虚无，惊天动地，呼啸而来。那血光赫然是一只由鲜血组成的血矛，这血矛足有万丈大小，
一路似要豁开虚无，轰鸣中直接就出现在了通天岛的上空。其目标不是通天岛，而是那四脉为骨，通天海为血肉，此刻正向着白浩急速抓去的世界之手。这血矛来得太快，出现的又太突然，刹那间就直接的轰在了世界之手上，掀起震耳欲聋的轰鸣巨响。血族，你没死！天尊神色凝厉扭曲，狂怒嘶吼。可他的嘶吼再强烈，也还是无法阻止血矛与世界之手的碰撞。轰鸣中，那血矛直接就穿透了世界之手，虽自身在这撞击下被反震的寸寸碎裂，骤然崩溃，可依旧还是让那抓向白浩、阻止白小纯离去的世界之手在半空中顿了一下。仅仅是顿了一下，可却足够了。原本已经绝望中惨笑的白浩，此刻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神魂在这燃烧下，火焰在这爆发中，传送之力彻底展开。轰的一声，白浩化作的火焰直接就卷着白小纯，骤然消失在了通天岛上。昏迷的白小纯，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猛地震动起来，他的眼睛想要睁开，可却只能模糊地看到四周的火海，只是在那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他似乎感受到了一股与自己同源的气血，正在从沉寂中骤然爆发。通天岛上，天尊的咆哮带着超越之前的疯狂，让世界颤抖，让天地冰寒。血族，你该死！你们都该死！他的怒意已经无法形容，他付出了骨肉的代价，付出了一切，可最终又是如之前的几次一样，在最关键的时候生生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天尊已经疯了。你们都该死！你们都要死！白小纯，你跑不掉！天尊全身哆嗦，双目赤红，随着咆哮，那世界之手越来越大，正要向着蛮荒，循着冥冥中白浩逃走的地方追击而去。可就在这时，来自东方，来自逆河宗山门内的气血又一次爆发出来，这一次的爆发比之前还要猛烈，还要惊天。整个世界在这一刻似都要成为血色。通天东脉，逆河宗山门内，此刻所有还在这里的弟子，一个个都心神狂震，骇然到了极致，全部四散开来，目中带着无法置信与不可思议，看向他们逆河宗内在当年建宗时屹立在那里的宗门至宝血祖肉身。高大无比，堪称巨人的血祖屹立在空榕树下，其身高与这参天大树齐平，原本多少年来始终都是一动不动，好似真正的尸体。可在这一刻，血祖的身体竟慢慢的震动起来，随着震动，其皮肤上岁月流逝沉淀下的泥土竟不断的碎裂，咔咔声下，大块大块的泥土纷纷落下，轰在地面上。尤其是他的右手曾经的血溪一脉居住的地方，此刻更是如此。随着泥土的脱离，渐渐的出现在众人面前的血祖，全身上下好似皲裂一般，正在不断的蔓延。而在血祖的体内，此刻那干枯的心脏竟猛地蠕动起来，砰砰砰砰，在这蠕动下，更有心跳的声音蓦然回荡，甚至四周那些干枯的血管也在这心脏的蠕动中渐渐散发出了血光，能看到有一缕缕鲜血竟随着心脏的跳动，在这些血管内不断的流淌，而那些血管也肉眼可见的直接恢复。这恢复更是蔓延开来，在血族体内疯狂地扩散中，他的心跳声越来越强烈，甚至都传出到了身体外。这一幕让逆河宗众人吸气，失声惊呼：血族他，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他活了！尤其是血溪一脉更是骇然到了极致，他们无法想象这血溪一脉的底蕴至宝，多少年来被他们吸收修炼，甚至模仿中创造出了诸多神通的血族之身，今天居然活了！要知道，曾经的血族之所以能动，那是血溪一脉所有修士去操控下才可做到，而如今无人操控中，这血族之身的震动以及心跳的声音，让他们的心神直接掀起滔天大浪。尤其是那心跳声越来越强，很快的就好似天雷般，在这八方轰然而起时，血族的体内一股惊天动地的生机猛然爆发。在这生机的爆发下，滔天的气血同样随之而起，让天地尽皆染满血色，就连风云都仿佛是血海翻滚涌动。这一刻的血族仿佛复活，他的身体再看不出半点死亡的气息，能感受到的只有那惊人的肉身之力，以及此刻依旧还在不断强悍的气血。只是尽管肉身恢复生机，气血惊天，可这一刻的血族好似只有肉身没有魂。但就在血族的肉身血气弥漫、生机盎然的刹那，突然的，在这逆河宗内，当年因白小纯的丹药从而出现的那只灵犀宗的猴子，缓缓的从灵犀一脉的山峰上站了起来。他的目中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他的脸上更有一丝决然。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本就是已陨的我，能回来这些年已是足够罢了。虽是借助老夫来养他人之魂，可这是一场与守灵人之间公平的交易。老侯笑声传出，身体在这一瞬竟急速的枯萎，眨眼间其全身就化作了飞灰，只剩下了一缕魂蓦然飞出。此魂不是老侯的魂，而是某个存在的残魂，此刻飞出后直奔血族之身。
与此同时，在这逆河宗内，还有一只兔子，面上露出感慨的笑容，渐渐的闭上了眼，身体一样消散，一样有魂飞出，冲向血族。不仅仅是猴子与兔子，此刻在这通天世界内，在诸多的区域里，有一只带着翅膀的老虎，原本趴伏在群山之中，此刻忽然身体一震，仰天发出一声咆哮后，身体消散，残魂飞出。还有一群飞鸟，还有蚂蚁，还有如侍卫般的大鹅。这一刻，当年在白小纯的炼丹中，所有出现了异变，被他放生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生物，在这世界的各个区域全部震动，尽皆化作飞灰，而他们身上被蕴养的魂，也都蓦然升空，从四面八方直奔逆河宗。眨眼间，逆河宗内气血滔天的血祖身上，随着一缕缕残魂的归来，直至最后一缕魂也融入其体内后，血祖全身猛地一震，有低沉的声音清晰无比的从其口中轰然传出，回荡整个世界。昨日之息，换今日之醒，我回来了。随着声音的回荡，血祖的双眼蓦然睁开，那目中带着滔天的煞气，带着滔天的疯狂，更带着滔天的仇恨。天尊，我回来了！咆哮之声轰鸣四方时，血祖的身体上所有残存的泥土全部爆开，露出了好似战神般的身躯，猛然飞去，向着通天岛的方向，带着归来的疯狂与仇恨，轰轰而去。也正是这一瞬，蛮荒内葵皇城中的葵皇原本站在皇宫巅峰处，他的脸上带着焦虑，更有苦涩，遥望外界阴灵灵城失陷，从而大批退入葵皇城的魂修。可瞬间，他就猛地全身一震，体内的鲜血好似被牵引，竟不受控制的流转中，有气血之力从体内爆发出来。这是葵皇面色骤变，失声惊呼。同一时间，在这葵皇城大地深处，下3城的废墟中，残缺的高塔上，盘膝坐在那里的守灵人，他浑浊的双眼又一次的慢慢睁开，看着在这下3城的区域里，在自己的前方，此刻凭空出现的火焰以及火焰内的白小纯与白皓，喃喃低语。最终的计划已拉开了序幕。第1013集，3寇谢师恩，通天河东脉，逆河宗天空震战。随着血祖那磅礴的身躯拔地而起，惊天动地的气血在他的身上扩散出来，直接将苍穹染红。他的目中带着仿佛累积了无数岁月的疯狂与仇恨，全身气势不断的爆发，整个人化作一道似乎要去切割天地的长虹，直奔通天岛。速度之快，一路直接轰鸣无尽，所归之处，大地山脉坍塌，地面被震得碎裂开来，通天海更是仿佛有一把利刃骤然斩在了海面上，使得从通天东脉直至通天岛这2点之间的海面，在轰鸣中被分出了一道巨大的长线。这长线深入海底，如同将大海分割开来，一路横扫，四通天海水都只能让路。强悍如天尊，此刻也都面色变化，他要去追击白皓与白小纯的脚步，因血祖的苏醒，因这滔天气血的降临，不得不停止下来。与白小纯不同，血祖虽也是不死卷大圆满，可他没有半点修为加持，凭着的就是不死卷那强悍的肉身之力，而更惊人的则是他的血脉，他是葵皇一脉的血统，这就使得不死卷在他身上所爆发出的力量之强，超出了白小纯。毕竟这不死卷在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代葵皇为了其子嗣遗留，同时血祖毕竟成名多年，在不死卷上的气血深厚程度，也非刚刚大成的白小纯可比，那是无尽岁月积累而成。甚至他在魂飞魄散时，其肉身的气血看似沉寂，可却一样在岁月中不断的沉淀下来。这万年以上的沉淀，在这一刹那滔天爆发，不再是寻常的半神，而是无限的接近半神大圆满的程度。其散出的气息之强，就算是通天道人也都无法不动容。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偏偏血祖在苏醒的那一刻，他已然感受到了白小纯的存在，他更是通过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方法，凭着血脉之力感受到了守灵人的计划。这计划与他当年死亡时守灵人所说的有些不同，可他不在乎了。守灵人选择了他也好，我本就愧对先祖，本就不是适合带着所有人走出这片世界去完成先祖的遗愿，我只想与灵儿平凡的度过一生。是这天尊在我面前斩杀了灵儿，我如今苏醒，可也在这世间存活不了多久。既如此，我现在最想要做的就是杀了天尊。血祖哭着笑着，目中越发疯狂。即便我杀不了他，也要阻止他去毁灭守灵人的计划，阻止他去掌控灵儿融入的世界之宝。血祖身体轰鸣间，竟有火焰蓦然燃烧，他赫然是燃烧自己的一切，换来更强的战力。我只遗憾这一次的苏醒，只是感受到灵儿的分魂在北脉世界之宝中，可却沉睡。血祖侧头看了一眼北脉，转身时他的速度更快。轰鸣中，血祖好似化作了燃烧的巨人，战力不断的爆发中，突破了半神大圆满，无限的接近准天尊，直至他的目中在这极致的速度下看到了通天岛，看到了站在通天岛的天空上，背后有一只四脉为骨、海水为肉的巨大手掌的天尊。天尊！血祖咆哮，悍然冲去。天尊眯起双眼，目中一样露出煞气，更是心烦气躁。
他心底对于守灵人的恨已经无法形容。实在是这些年来，守灵人虽修为日渐虚弱，可其心机之深，各种计算的结果，每次都让天尊这里狼狈不已。那种一次次打断自己即将成功的希望，让天尊已经发狂。此刻右手抬起时，他身后的大手轰轰而动，直奔血族。在万年前二人之间同样爆发过类似的厮杀，如今万年之后，当年战役的延续再次崛起，一场绝世之战骤然惊天。通天海的生死之战爆发的同时，在蛮荒魁皇城大地深处，这座魁皇朝留下的至宝的下三城内一片废墟中，守灵人盘膝坐在残塔上，他的目光也从看向虚无中收回，低头时其目光落在了出现在此地的白皓以及白小纯身上。整个世界，白皓没有其他的选择，他能想到的唯一的一个能略微抵抗天尊追杀的地方，就只有这里。哪怕守灵人已经油尽灯枯，随时可能归墟而去，可他毕竟是上一代的明皇，毕竟是存活了无尽岁月的整个世界的守灵人。将白小纯传送到了这里后，白皓心底松了口气，他如今的魂已经在那22色火的燃烧中模糊起来。白皓明白自己的时间已经很少很少了，他心中不舍，转头时看向盘膝坐在那里，随着融合被打断后，生机虽暗淡，可却不再继续流逝的白小纯，看着白小纯那全身皮包骨，头发已经全部脱落，满身皱纹苍老的样子，白皓哭了。师尊身为魂体的白皓本没有真正的眼泪，可如今在这火焰的燃烧下，在生命的最后中，好似有奇迹发生，他的目中泪水一滴滴的落下。尽管这泪水在落下时化作了火焰，可他看着师尊的悲惨，心中的刺痛与难受无法因眼泪的流下而减少丝毫。直至白小纯好似听到了徒儿的呼唤，茫然中渐渐似用了全身的力气，想要去睁开眼睛，可他实在太虚弱了，仅存的生机已经无法支撑他去完整的睁开双眼，只是将沉重的眼皮抬起了一丝，就已经让他这里疲惫到了极致。好在哪怕只是睁开了一丝，他还是模糊的看到了站在自己面前的徒儿，尽管他的目中依旧有迷茫，好似失了魂一般，可这一丝缝隙内的目光还是让白皓的身体一颤。师尊！白皓激动跪在了白小纯的面前，望着眼前的师尊，他的魂此刻消散越来越快，可他的脸上却露出笑容。这笑容很纯真，如同晚辈看到对自己关爱的长辈后，那种发自肺腑的、发自心灵的如沐之意，向着白小纯轻轻叩首。一叩，一谢师尊塑魂之恩。白皓喃喃，额头随着叩首碰触大地，随着与地面的碰触，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当年自己苏醒后看到的站在自己面前自称是自己师尊的身影与画面，那是他永生永世也都无法忘记的永恒。白小纯身体一颤，冥冥中他似乎感受到了什么，意识在那迷茫中挣扎，似想要恢复清醒，想要彻底的睁开双眼。白皓抬起头，深深的看着白小纯，看着自己的师尊，他脸上的笑容更灿烂，只是那目中的不舍也越发浓郁。低头时再次一叩，二叩，二谢师尊陪伴之恩。白皓的声音已经微弱了，他的魂此刻已经模糊不清，22色火的燃烧似乎在这一刻也要到了尾声。他的脑海里此刻随着话语浮现出了魁皇城的那间炼灵铺，师徒二人相依为命的画面，一次又一次的在他的记忆里翻转，久久不散。那是他这一生感受到的亲情，那是他这一辈子都最为珍贵的温情。白小纯的身体越发颤抖，他的意识在这一刹那好似有呐喊传出，一种强烈的不安，仿佛有无比珍贵的事物要永久的在自己身边消失一样，让哪怕在迷茫的他也都于这颤抖中渐渐要苏醒。白皓抬起头，最后的看了白小纯一眼，这一眼很深很深，似要将白小纯的样子永远的留在自己的生命里。他的不舍留恋在这一刻也已深邃无尽。重新低头时，在那身体的燃烧下，在那神魂的消散中，再次叩首三叩。三谢。白皓呢喃，可他的这句话已经无法继续说完了。他的神魂随着叩拜，从双脚开始直接凭空消失了，直至双腿，直至整个身躯，最终散去的是那保持着叩拜的姿势，碰触大地的额头，三叩谢师恩。未完的话语似乎只能在冥冥中回荡虚无。如果有来生，我还做师尊您的弟子。不。在白皓消失的瞬间，白小纯那原本不可能抬起的干枯的手竟颤抖中抬起，向着面前白皓消失的地方一把抓去。第1014集，或有一丝，只是却已空。号。白小纯的意识在这一刹那从所有的迷茫中轰然觉醒，如同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悲哀形成了海浪，将他从那无尽的虚无里彻底唤醒。他的眼睛也在这一瞬猛然睁开，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空旷。白皓的魂已经随着22色火消散了，那片空旷中只有一丝火苗，似乎代表着白皓存在这片天地的最后的印记，在这消散中落在了白小纯抬起的手掌上，留下了一道灼伤的疤痕。白小纯的身体颤抖着，他抬起的手在半空中无法放下，他的眼泪更是在这一刻止不住的流下。
他没有看到白浩最后的散去，可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生命中，似乎从这一刻起，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徒儿。他的眼泪落在干裂的身上，落在这废土的大地上，他的整个世界被一股前所未有的浓郁悲伤直接笼罩覆盖。白小纯不是没有经历过身边亲朋的死亡，可这一次白浩的消散，让白小纯的脑海陷入到了一片死寂之中，悲伤到了最大的程度，不是歇斯底里的咆哮，而是没有意识的流泪。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当年第一次看到白浩时的画面，浮现出了将白浩的魂苏醒的画面，浮现出了二人在蛮荒中相依为命的画面。白浩，从此之后，我就是你的师尊。浩儿，你觉得这件事为师做的怎么样？哈哈，浩儿，你放心，此事为师有经验。这些画面一次又一次的在白小纯脑海里闪过，他的身体颤抖不停，抬着手，依旧还是无法放下，甚至下意识的再次抓了一下，似乎不相信白浩已经陨落。浩儿，白小纯喃喃，随着泪水的流下，他的哭声也渐渐传出。那哭声回荡在这废墟中，蕴含的无尽的悲，蕴含了深深的伤。为什么要打打杀杀？为什么要有人死去？为什么修仙不是为了长生吗？为什么在这止不住的泪水里，在这无尽的悲伤中，在这对从踏上修行开始就始终存在的疑惑面前，白小纯的声音越发的虚弱了。他本就只剩下了一丝生机，白浩的离去使得他的体内凝聚了无法形象的悲，这悲又难以散出，仅仅是眼泪，难以宣泄万中之一。既然不能散出，这股悲哀在沉淀下，就形成了灭绝他生命最后一丝火苗的寒风，在他的世界里化作了风暴，冰封了一切。在这场风暴要将他的生命也都冰封前，白小纯抬起头，深深地看了一眼守灵人，在他的目中，在那悲伤的深处，在看向守灵人时露出的尽管有复杂，可更多却是恨。白小纯嘴巴微微张了张，却最终沉默，一样望着杜灵飞。这一次他没有闭上眼，仿佛也知道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他能做的就是在魂飞魄散前，让眼前的身影成为自己这生命中最后的永恒。轰隆隆，在这地宫阵法彻底开启，在这四周骸骨不断的融化，在杜灵飞的右手按在白小纯天灵的瞬间，巨响之声在白